医生提醒，这3种隔夜菜太危险，吃不完最好倒掉。你吃过隔夜菜吗？实际上，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吃过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餐桌上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丰富。许多家庭为了满足家人的口味和需求，餐桌上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。而这背后也存在一个问题，当烹饪的食物量超过了当餐的消耗量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剩余的食物呢？一般情况下，即使当天无法将所有食物吃完，许多人也不舍得将其扔掉。这种不舍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从小就受到的勤俭节约教育。不过，频繁的食用隔夜菜肴，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话题，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。医生提醒，3种隔夜菜最好倒掉。隔夜菜并不仅仅指当天吃剩下放到第2天的菜肴，更科学的来说，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的菜都可以被认为是隔夜菜。而医生提醒大家，有3种隔夜菜是特别危险的，最好及时倒掉，以免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必要的风险。第一，隔夜蔬菜。蔬菜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们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营养成分，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但蔬菜中也含有一种叫做硝酸盐的物质。硝酸盐本身对人体并无害处，但在储存过程中，特别是在不适当的条件下，硝酸盐会被微生物还原为亚硝酸盐。在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一项科学实验中，研究人员挑选了32种普遍易于获取的食材，包括肉类、蛋类和蔬菜等，并将这些食材烹制为30道家庭常见的菜肴。实验结果揭示，在25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时，隔夜蔬菜内亚硝酸盐的含量有显著增加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诸如炒青菜、炒大白菜、炒包心菜这样的叶菜类菜肴，在放置12小时后，亚硝酸盐含量显著上升。部分样品的亚硝酸盐含量甚至超过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腌制蔬菜20毫克 kg 的限量指标。24小时后，这些蔬菜菜肴的亚硝酸盐含量进一步增加，部分样品的亚硝酸盐含量达到了100毫克 kg 以上，存在明显的食品安全风险。亚硝酸盐是一种具有潜在危害的化学物质，它们能够在人体内部与胺类化合物发生反应，生成具有致癌特性的亚硝胺。持续食用含有亚硝酸盐的食品，可能会提高罹患癌症的可能性。第二，隔夜海鲜。海鲜作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以其高蛋白、低脂肪的特点，成为了众多食客的心头好。它不仅口感鲜美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富含各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必需脂肪酸。然而，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海鲜在储存和保存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，尤其是在隔夜后，这些风险更是会显著上升。当海鲜被烹饪并放置一段时间后，其内部的蛋白质会逐渐开始分解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化过程，但在不适当的储存条件下，这种分解会加速，并产生一系列的有害物质。其中，氨和硫化氢是2种常见的有害气体，这些气体具有刺激性气味，会让海鲜散发出难闻的异味，严重影响人们的食欲和口感体验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海鲜在储存过程中还容易滋生细菌。这些细菌中有一类被称为致病菌，它们能够分解海鲜中的蛋白质，并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毒素。副溶血性弧菌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见致病菌。这种细菌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会迅速繁殖，并产生大量的毒素。其中，组胺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毒素。组胺是一种生物胺，它具有强烈的毒性，能够引起人体中毒反应。当人体摄入含有组胺的海鲜后，极其容易导致食物中毒。第三种，隔夜含蛋类的菜肴。蛋类作为日常饮食中极为重要的食材，因其高营养价值而广受欢迎。它们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蛋白质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D、E、B 群以及铁、钙、磷等矿物质，这些营养素对维持人体健康至关重要。尽管蛋类具有这些优势，不当储存仍可能导致其变质并产生有害物质，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风险。蛋类中的蛋白质在储存过程中会逐渐分解，
这一过程虽然缓慢，但在不适当的储存条件下，如温度过高或湿度过大，分解速度会加快。蛋白质分解会产生一系列化学物质，其中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是常见的产物。这种物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，能够刺激胃肠道黏膜。除此之外，蛋类在储存过程中还容易滋生细菌。这些细菌中有一类被称为致病菌，它们能够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迅速繁殖，并对蛋类的品质和安全构成威胁。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致病菌，它能够分解蛋类中的营养成分，并产生有毒物质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食用上述提及的3种食物。当然，如果人们频繁的食用隔夜菜，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，给身体带来不容忽视的危害。2. 经常食用隔夜菜还会诱发哪些健康危害？在人们食用隔夜菜的背后，实际上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。隔夜菜在保存和再次加热的过程中，不仅为细菌、病毒等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，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。首当其冲的风险便是食物中毒。当食物被保存至次日，特别是在温热、湿润的环境中，它们极易变为细菌、病毒以及寄生虫的温床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这些微生物会在食物内大肆繁殖，并产生有毒物质。若人们不慎摄入了这些已被污染的食物，食物中毒的风险便会大大增加。食物中毒的症状多样，包括呕吐、腹泻、恶心等，而在严重的情况下，甚至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。还有，长期食用隔夜菜会增加患胃肠道疾病的风险。在食物的保存和加热过程中，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流失，还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，如毒素、酶等。这些物质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，这些物质会导致黏膜充血、水肿，甚至引发糜烂和溃疡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存在，就可能诱发慢性胃炎、胃溃疡等严重的胃肠道疾病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深远影响。另外，营养不良也是食用隔夜菜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。虽然隔夜菜中仍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，但在保存和反复加热的过程中，这些营养成分，特别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，会受到严重破坏。长期依赖这样的食物，很可能导致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素，进而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。这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，还可能削弱免疫功能，使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。当然，隔夜菜还可能成为其他慢性疾病的诱因，比如隔夜菜中常常含有较高的盐分和脂肪，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患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在深入了解了隔夜菜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后，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关键的知识点，以确保能够正确的处理隔夜菜，保障我们的饮食安全。3. 如何正确处理隔夜菜？虽然隔夜菜存在一定的潜在危害，但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处理和储存方法，就可以降低这些危害。以下是一些正确处理隔夜菜的建议。采用密封容器来保存食物是捍卫食品质量、防范细菌侵扰及减缓变质过程的核心手段。当我们将剩余的食物妥善地存放在密封容器内时，这一做法能有效阻断空气与细菌的侵入，进一步减少食物中水分与养分的流失。这样的储存方式不仅能够延长食物的保鲜期，延缓其变质速度，还能在保持食物原有风味与口感的同时，显著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，确保我们的饮食安全。而低温冷藏是储存隔夜菜的另一重要方法，将密封好的食物放入冰箱冷藏室中保存，能够降低食物的储存温度，减缓细菌的生长速度。低温环境下，细菌的活动受到抑制，从而延长了食物的保质期。而且，低温冷藏还能够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，确保食物在食用时仍能保持其原有的营养价值。不过，在食用隔夜菜时，我们还需要注意避免反复加热。反复加热会使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更多，并可能产生有害物质。所以，在食用前应尽量一次性加热完毕，避免多次加热。一次性加热不仅能够确保食物充分熟透，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，还能够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和有害物质的产生。当然，在食用前对食物的检查也至关重要。观察食物的颜色、
质地和气味是否正常，闻一下食物的气味是否正常，尝一小口食物的味道是否正常，都是判断食物是否适宜食用的重要依据。如有异味或变质现象，应立即丢弃，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，尽量减少隔夜菜的食用。虽然正确的储存和加热方法能够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，但长期食用隔夜菜仍然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尽量选择新鲜、健康的食材来烹饪，避免频繁食用隔夜菜。我们也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以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。在了解完隔夜菜的潜在风险和正确处理方法后，我们应当更加明智地对待餐桌上的剩余食物。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和丰富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不容忽视。虽然勤俭节约是美德，但当它与健康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平衡。作为消费者，我们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意识，学会识别和处理可能对健康构成威胁的食，从源头上减少隔夜菜的产生。这不仅是一种对食物的尊重，也是对健康和环境负责的表现。